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于田真宏先生所著的《人生百年时代：保持牙齿健康的关键法则》这本书。当今，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已超过81岁，女性则超过87岁。那么，牙齿的平均寿命呢？令人惊讶的是，6岁长出的第一颗磨牙，其平均寿命只有51岁。如今，人们常说人生100年时代已到来，但如果人的寿命是100年，而牙齿的寿命只有60年，如何弥补这40年的差距呢？本书的目标是让牙齿的寿命尽可能接近100岁，让整个口腔系统都能健康地维持到100岁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牙齿寿命对人生的影响；第二，延长健康寿命必须了解的要点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牙齿寿命对人生的影响。我们要介绍一些危险信号，如果出现这些症状，你应该立即去看牙医。以下是牙齿状态自查清单，请对照检查自己的牙齿健康状况。本书将牙齿健康分为3个阶段：红色警报最严重的状态，黄色警报需要尽快处理的状态，轻度黄色警报需关注但不紧急，红色警报必须立即去看牙医。如果出现以下症状，即使再忙也要尽快就医，否则后果严重。自发性疼痛，即使不吃东西也会剧烈疼痛，可能是严重蛀牙；牙龈出血，严重的牙周病可能导致牙龈持续出血；牙齿松动，若牙齿摇晃，很可能是重度牙周病；吃热的东西会疼，可能是深度蛀牙；咬东西时疼痛，可能是严重的牙周病或牙齿断裂。黄色警报建议1周内去看牙医。如果出现这些症状，尽快预约牙医检查。吃冷的东西会疼，可能是牙齿敏感或蛀牙；口腔有异味，可能是蛀牙或牙周病；吃饭时食物经常卡住，可能是牙齿缺损或蛀牙；牙冠或填充物脱落，需尽快修复；下颌关节有咔咔声，可能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症；牙龈肿胀，可能是牙周病；长期拖延的牙科治疗，如果您一直没去复诊，是时候去处理了。轻度黄色警报建议1个月内检查，虽然不紧急，但最好尽快就医。缺牙未补，半年以上未做牙齿清洁，刷牙时牙龈出血，您是否符合上述症状？如果有，请尽快安排时间看牙医。健康的牙齿能让您受益终生，所以一定要关注牙齿健康。如果牙齿寿命比人生短，会发生什么？随着年龄增长，大多数人都会失去几颗牙齿，并需要假牙或植牙来弥补。若没有及时处理，可能导致无法享受美食，年纪越大，饮食限制越多，想吃的东西吃不了，社交受限，不能和朋友一起开心的吃饭，容易产生孤独感，健康下降，咀嚼能力下降，营养摄取受影响，进而影响整体健康。心理影响，缺牙会影响自信，甚至导致抑郁，降低生活质量。反之，如果牙齿能保持健康到100岁，您的生活会截然不同，可以享受美食，无需忌口，咀嚼有力，可以和朋友开怀畅谈，增进社交，保持年轻状态，旅行拍照时笑容自信满满。牙齿健康只会带来好处，所以请务必重视它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延长健康寿命必须了解的要点。想让牙齿活到100岁，我们需要了解以下3个方面：1、饮食时不可忽视的症状；2、口腔护理时的关键点；3、其他与牙齿相关的重要事项。第一方面，饮食时不可忽视的症状。喝冷饮时，牙齿刺痛，可能是牙齿敏感，需要特别护理；咀嚼时不适，可能是牙龈炎、牙周病或咬合问题；吃硬物时，牙齿隐痛，可能是牙齿裂痕或蛀牙加重。第2方面，口腔护理时的关键点。刷牙方式不正确，过度用力刷牙可能损伤牙釉质，导致敏感；忽视牙线或冲牙器，牙刷无法完全清洁牙缝。定期使用牙线或冲牙器很重要。
长期忽视牙科检查，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。第三，其他与牙齿相关的重要事项。牙齿磨损，如果磨牙严重，可能需要夜间牙套保护牙齿。口腔干燥，口干可能会增加蛀牙风险，需要适当补水或使用口腔保湿产品。牙龈萎缩，年龄增长后，牙龈可能会逐渐退缩，需加强护理。导致牙齿变弱的原因及注意事项。食物和饮料中的酸会导致牙齿变弱，这被认为是牙齿敏感的一个原因。然而，疼痛的具体机制尚未完全解明，因此目前的处理方式主要是缓解疼痛的对症疗法，而非针对根本原因的治疗。许多人会误以为牙齿敏感是龋齿，但牙齿敏感的疼痛是时有时无的，不会持续不变。如果牙齿敏感症状加重，甚至可能影响正常刷牙，从而导致蛀牙和牙周病。因此建议尽早就诊。需要注意的症状：咀嚼硬物困难。如果你有用单侧咀嚼硬物的习惯，或者觉得咀嚼硬物变得困难，这可能是咬合问题。医学上称为偏侧咀嚼。咬合指的是上下牙齿接触的状态，几乎没有人的咬合能达到完美。但咬合问题会对全身健康造成影响，例如引发肩颈僵硬、头痛、听力障碍，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因此，建议向牙科医生咨询自己的咬合状况。需要注意的症状：频繁饮用酸性饮品。如果每周饮用碳酸饮料，即使是无糖的，超过5次，就需要特别注意。牙齿接触酸性物质后会发生溶解。而龋齿是由于细菌产生的酸腐蚀牙齿所致。与此不同的是，酸性食物或饮料直接导致的牙齿溶解称为酸蚀症，受损的牙齿称为酸蚀牙。近年来，强碳酸饮料、能量饮料以及以健康和减肥为目的的醋类饮品越来越受欢迎。然而，长期饮用这些饮品可能会导致酸蚀牙。酸蚀牙与龋齿的区别：龋齿通常发生在牙齿间隙等容易积累污垢的地方，受损范围相对有限；酸蚀牙则是由酸性饮食直接引起，影响整个口腔环境。常见的高酸性饮食包括饮品、可乐、橙汁、软饮料、酒精饮品等；食物、橘子等柑橘类水果。如果经常摄取这些食物或饮品，应格外注意牙齿健康。需要注意的症状：频繁吃零食。如果您在压力大或嘴巴寂寞时总是忍不住吃零食，也需要警惕。虽然适当的零食可以帮助调节情绪，但对于牙齿健康而言，最需要避免的是频繁进食。每次进食都会给口腔中的细菌提供养分，导致细菌增殖，增加牙菌斑、牙垢堆积的风险，从而提高龋齿和牙周病的可能性。因此，保持口腔无食物残留的时间越长，牙齿就越健康。推荐的零食选择：低糖食物，如苹果、香蕉等，不易在口腔中残留；避免高粘性、高淀粉含量的零食，如薯片、饼干、甜甜圈等。这些食物容易附着在牙齿表面，成为细菌的养分。如果可以，建议在每次零食后刷牙，以降低牙齿损伤的风险。需要注意的症状：刷牙时出血。如果刷牙时某个部位经常出血，即使没有疼痛，也可能是牙周病的征兆。研究表明，40岁以上的日本人大多患有牙周病，而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脱落的主要原因，甚至比龋齿更严重。如果出血持续出现，建议尽快去牙科检查。牙周病的主要原因：牙菌斑、牙垢和牙结石堆积。牙结石只能通过牙科治疗去除，而如果日常刷牙不到位，牙周病仍会复发。因此，牙周病的治疗需要结合专业牙科护理和日常口腔护理，缺一不可。为了保持牙齿健康，应关注咀嚼习惯、饮食结构和口腔清洁习惯。如果有任何异常症状，例如牙齿敏感、咬合不适、刷牙出血等，应尽早就诊，以防止问题进一步恶化。牙周病不仅会导致牙齿缺损、牙齿松动，影响咀嚼能力，还与动脉硬化、糖尿病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
肾病、骨质疏松等全身性疾病密切相关。在人生百年时代，保护牙齿、延长牙齿的使用寿命至关重要，因此牙周病的预防是首要任务。此外，那些每次刷牙时间不足5分钟的人需要特别注意。有些人一天只刷1次牙，却几乎不蛀牙；而有些人每次饭后都认真刷牙，仍然会蛀牙。这不仅与生活习惯有关，遗传因素也起到一定影响。但更常见的情况是，很多人以为自己刷得很认真，但实际上牙刷没有真正接触到牙齿，或者刷牙时间过短。作者建议每天至少进行1次，持续5分钟以上的刷牙。理想情况下，每次刷牙都应持续5分钟以上。但对于忙碌的人来说，这可能较难做到。因此，至少在每天睡前的最后1次刷牙时，务必花足够的时间彻底清洁牙齿。因为睡眠时，负责免疫功能的唾液分泌减少，口腔中的细菌数量增加，蛀牙和牙周病的风险也随之上升。因此，睡前刷牙尤为重要。另外，那些长期使用同一种牙膏，或者从不使用牙膏的人也需要注意。您是否关注过自己的牙膏？有些人长期使用同一种牙膏，也有人随意尝试广告推荐的产品，甚至有人从不使用牙膏。事实上，牙膏有多种功能，如预防蛀牙、预防牙周病、美白等。近年来，含氟牙膏尤为流行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，氟和氟化物是不同的。氟本身是剧毒的，而氟化物是一种稳定且安全的物质。氟化物的防龋效果已被科学证实，并成为全球公认的常识，但仍有许多人对此不了解。市场上的大多数牙膏都含有氟化物，购买时应关注其中的氟化物含量，选择达到国家标准上限的产品。不过，对于年幼的孩子，建议适量使用，避免过量摄入，选择适合自己口腔状况的牙膏，不仅有利于口腔健康，还能提高刷牙效率。因此，请留意自己使用的牙膏。此外，没有使用牙线、牙尖刷，或者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它们的人也需要警惕。成年人通常有28至32颗恒牙，而牙齿与牙齿之间的缝隙面积约占整个牙齿表面积的50%。蛀牙和牙周病往往从这些缝隙中发展，因此护理这些部位至关重要。然而，仅靠牙刷难以彻底清洁这些区域，因此需要使用牙线或牙尖刷。牙线和牙尖刷的清洁范围不同，建议在牙科诊所学习正确的使用方法，因为不同人的牙齿结构不同，若使用不当，可能会损伤牙龈。此外，还可以考虑使用空气冲牙器，这是一种利用水流冲洗牙缝的电动设备，能够清除牙菌斑，同时减少牙龈损伤。虽然初期购买成本较高，但从节省清洁时间、减少牙龈损伤、降低长期购买牙线的成本来看，仍值得考虑。那些3至6个月未进行牙科检查的人也需要注意。日本的蛀牙预防原则强调：1. 认真刷牙； 2. 控制糖分摄入； 3. 定期检查，其中定期检查尤为重要。研究表明，牙齿治疗或护理后的再感染风险大约在3个月后开始上升，因此建议每3个月进行1次牙科检查。然而，检查频率应根据个人情况调整。对于容易蛀牙、牙周病严重或有全身疾病的人，建议更频繁地进行口腔护理和检查。此外，如果您总是在相同的部位反复接受治疗，也需要警惕。过去人们通常在牙痛时才去看牙医，而如今，预防性牙科护理的理念正在逐渐普及。然而，与牙科先进国家相比，日本在这一领域仍有待提高。目前，许多牙科治疗仍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阶段，即仅针对疼痛部位进行局部治疗，而未从整体上调整咬合关系或解决根本原因。局部治疗并非不好，但如果相同部位反复接受治疗，牙齿的负担会加重，最终可能导致牙齿丧失。因此，从长远来看，全面的牙齿护理和预防措施才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。
根本的精准治疗其实是延长牙齿寿命的捷径。其他与牙齿相关的常见问题，食物经常卡在牙缝里。如果最近经常感觉食物容易塞进牙缝，可能是蛀牙、牙周病或填充物老化所导致的。此外，有时候牙缝之间会形成不易察觉的大型蛀牙，而这些蛀牙往往不会产生明显症状。由于刷牙和使用牙线等自我护理手段存在局限性，因此建议尽早咨询牙医。牙齿排列变得凌乱，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牙齿排列似乎变得不整齐。事实上，不论多么健康强壮的人，牙齿都会因日常咀嚼而发生微小位移，这种变化不易察觉。因此，建议定期请牙科医生或牙齿保健师检查，以确保口腔健康。牙周病的隐患，牙周病常常在没有明显症状的情况下逐渐恶化，因此被称为沉默的杀手。它不仅影响口腔健康，还可能导致动脉硬化、认知症等严重疾病。如果经常感觉食物容易塞牙，这可能不仅是口腔问题，也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示信号。因此切勿忽视，应尽快咨询牙医。牙齿的美观与自信，有些人可能对自己的牙齿排列或颜色不太自信，担心影响外在形象。事实上，关注牙齿的外观往往意味着对口腔健康有更高的意识。这类问题是可以改善的，不妨采取行动，增强自信。成人牙齿矫正的意义，牙齿矫正不仅仅是为了美观，对中老年人而言，它还有助于保持健康和延长寿命。在人生100年时代，调整牙齿排列和咬合状态可以帮助维持良好的咀嚼能力，从而降低认知症的风险。现代矫正方法多种多样，建议咨询牙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。牙齿美白，如果对牙齿颜色不满意，可以尝试家庭美白或在牙科诊所进行专业美白。牙齿变白不仅能让外貌更年轻，还能增强自信，提高生活质量。口臭问题及应对方法，口臭的常见原因，由于长期佩戴口罩，许多人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口臭问题。口臭的主要原因是口腔中的细菌分解食物残渣时释放的气体，口臭无法完全消除，在清晨、空腹、疲劳、紧张时，甚至女性生理期时，都会更容易出现。这种属于生理性口臭。另一方面，由蛀牙、牙周病或糖尿病等全身疾病引起的口臭，则被称为病理性口臭。如果口臭问题严重，建议到专业口臭门诊进行检测，以确定具体原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。此外，一些人虽然对口臭有强烈焦虑，但实际上并无明显口臭，这可能涉及心理层面的因素。因此，首先了解自身的口臭状况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。口臭与生活习惯的关系，口臭与饮食习惯密切相关。例如，不吃早餐或咀嚼次数不足都会加重口臭。改善生活习惯也是解决口臭的有效方式。建议结合医生的建议进行调整。颞下颌关节紊乱，您是否有这些症状？张嘴时，耳朵周围或下颌发出咔咔声，习惯用单侧牙齿咀嚼，习惯用单侧手托腮，经常单手提重物，睡觉时习惯朝同一个方向。如果符合以上几项，可能患有颞下颌关节紊乱。一般情况下，如果只是偶尔听到咔咔声，不需要手术治疗，但如果出现疼痛，应立即就医。现代生活方式与牙齿健康，长时间盯着电脑或手机的人需注意。由于远程办公的增加，许多人长时间盯着电脑或手机屏幕，而这种行为可能无意识地导致磨牙或紧咬牙齿，使牙齿承受额外压力。磨牙指上下牙齿在左右方向上摩擦，紧咬牙齿指上下牙齿持续接触并用力咬合。正常情况下，人在咀嚼食物以外的时间，牙齿应处于轻微分开的状态。然而在专注工作或学习时，往往会不自觉地咬紧牙齿或磨牙，从而增加牙齿的负担。口腔干燥与口呼吸，
有些人早晨醒来时会感觉口腔异常干燥，这可能是因为睡眠时习惯性用嘴呼吸。口腔干燥会导致唾液分泌减少，而唾液具有润滑、消化、抗菌、清洁和中和酸性的作用，能够保护口腔、牙齿乃至整个身体健康。因此，若长期存在口腔干燥问题，建议咨询牙医并进行改善。口呼吸会导致病毒直接进入体内，还可能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，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。因此，不仅在睡眠时要注意，平时也应尽量保持鼻呼吸。有人甚至说，想要长寿，就要用鼻子呼吸。鼻呼吸不仅能防止口腔干燥，预防蛀牙、牙周病和口臭，还能利用鼻腔的防御系统抵御病毒和细菌，从而促进整体健康。简单来说，口周肌肉的衰退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，甚至增加生命危险。具体而言，牙科治疗不仅仅是修复牙齿，还需要考虑咬合、咀嚼、发音和吞咽等功能性运动。如果这些能力下降，不仅会影响进食，还可能让人对说话失去自信，逐渐减少与朋友交流，减少外出，最终导致心理问题和认知能力下降。虽然随着年龄增长，肌肉不可避免地会衰退，导致发音变差，但如果能进行锻炼，就能延缓甚至改善这一现象。呛咳本是人体正常的防御反应，用于排出误入气道的异物。然而，如果呛咳频繁或防御反应失效，就可能导致误吸，最终引发吸入性肺炎。这表明，口腔功能的退化可能危及生命。例如，如果吞咽固体药物时感到困难，可能是吞咽能力下降的信号。在口腔功能中，咀嚼、吞咽和发音尤为重要。为了保持这些功能，可以进行口周按摩，或者在吞咽时确保双脚稳稳着地，以改善吞咽能力。此外，如果有人在睡眠时被说突然停止呼吸，就需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。这种情况可能导致醒来后仍感到疲劳、白天嗜睡、头痛等症状。如果症状明显，需特别注意。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可能引发高血压、心绞痛、心肌梗塞、慢性心力衰竭、心律失常、中风、糖尿病等各种疾病。尤其是如果在1小时内有5次以上的呼吸暂停，就属于高度危险群体。此病可在口腔外科或牙科进行咨询，但要通过医疗保险接受治疗，需先由医生确诊，及早干预才能更好地预防和管理疾病，确保更长久的健康生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